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月川慎司先生所著的《世界一流人士在假期里做什么》这本书。日本人常常感到无法度过充实的假期，日复一日地感到疲惫。但是请好好思考一下，如果您一直拖着这样的疲劳，积累着压力，您的健康迟早会受到影响，各种疾病的风险也会随之增加。疲劳和压力对身体的负面影响已经被科学证实，例如慢性疲劳和压力会打乱自律神经的平衡，使交感神经处于过度活跃的状态，结果血压上升，心跳加快，心脏和血管承受更大负担。如果这种状态持续下去，高血压、动脉硬化等循环系统疾病的风险就会增加，这一点你一定可以想象得到。此外，压力和疲劳会导致某些荷尔蒙的分泌，特别是皮质醇的增多，这也会对您的免疫系统产生负面影响。长期皮质醇水平过高会抑制免疫细胞的功能，使您更容易感染疾病，甚至抑制癌细胞生长的能力下降。同时，压力还会影响消化系统，导致胃酸分泌过多，引起胃液反流，或者使肠道环境恶化，破坏肠道菌群的平衡。最重要的是，慢性疲劳和压力会对大脑产生负面影响。由于压力引起的神经炎症，会增加抑郁症和焦虑障碍的风险，导致记忆力和专注力下降。如果这种情况加重，还可能提高阿尔茨海默病等神经退行性疾病的风险。这些影响往往在您不知不觉中悄然发生，因此忽视疲劳和压力等于牺牲未来的健康。为了保持身体和心理的健康，我们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做出小的改变，同时提高假期的质量是不可或缺的。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两个部分：一、世界一流人士在假期里做什么；二、改变人生的周末2天过法太神奇了。首先从第一个主题，世界一流人士假期做什么，全部揭露开始讨论。大家都知道，假期的度过方式对我们整体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有着重大影响。也许你会想，确实是这样的。那么请问您，是否能让自己的假期过得充实呢？您是如何度过假期的？假期里是否能够有效地缓解日常的压力和疲劳呢？如果您还没有做到这些，那么不妨阅读本书，改变假期的度过方式，必定会让您的人生发生巨变。不仅仅是休息的时间，如果能将其转化为提升自我、照亮未来的时光，那么每天的生活一定会变得更加充实和令人兴奋。另外，针对全国20岁到79岁之间的10万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竟有 78.5% 的人表示感到疲惫。当然，每个人的疲劳程度和频率不同，但这也说明大多数人并没有得到充足的休息。更进一步说，由于不懂得正确的休息方式，很多人往往休息的不对，导致疲劳无法得到有效缓解。在日本，很多人把假期当作休息身体的时间来利用，但往往不知不觉中，时间就这样浪费掉了。结果到了周一，依然觉得疲惫不堪，甚至觉得压力一点也没有得到释放。大家是否有这样的经历呢？对于这些人来说，了解世界顶级精英们是如何度过假期的，就显得尤为重要。世界顶级精英们可以说是把迅速缓解疲劳和压力作为生命的使命。他们利用假期充分充电，确保自己能在周一早晨以满满的能量投入工作，做到了极致的功夫和规划，与从周一开始就感到疲惫的日本人形成鲜明对比。他们的假期管理方法值得我们学习。这些顶级精英们的共同点是，他们不会将假期当作什么都不做的日子，而是视其为充电的时光。而且他们把这个过程当作一种奢侈的享受，充满了心灵上的愉悦。通过在假期补充能量，获取新的创意和视角，他们在周一能迎接更广阔的机会。例如，某位高管会早起到公园跑步，这段时间不仅仅是运动，更是他在大自然中重新调整心态、思考目标的宝贵时光。还有另一位精英，则会与家人一起参观美术馆，
重视从艺术中获得创造性灵感，因此他们的假期已成为为未来积蓄能量的特殊时光。科学研究也证明了这些方法的有效性。例如，轻度运动可以促使大脑分泌如血清素、内啡肽等幸福激素，帮助人们保持积极的心态。与此同时，获得新的体验和知识，刺激大脑神经回路，有助于提升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精英们通过自己的行为，创造了那些单纯休息所无法带来的活力。然而，不必因此而感到沮丧，认为自己无法像他们一样度过假期。即使不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只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小小乐趣，假期的价值也会发生质的变化。过度承受压力，导致心理疾病的发病者最近变得非常多。作者自己也曾认为适度的疲劳是无可避免的。然而，当他没有重视这一点，导致身心失衡时，甚至2度因病请假休息，这让他深刻意识到正确休息的重要性。他指出，单纯的拼命工作并不可行，这样最终会使身体健康受损，无法继续工作。所以不能只是盲目的拼命工作，而应该巧妙的工作，并且巧妙地安排休息时间。我们应该用脑去工作，也应该用脑去休息。例如与家人一起散步，享受原本想读的书，尝试新的食谱，哪怕是小事，也能作为一种丰富自己的时间来对待。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存在于海外和日本之间，那就是日本人是在疲惫之后休息，而世界一流的人则是在疲惫之前就休息。听到这里，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怎么可能？疲劳了才休息才对。但实际上，这种想法是一个陷阱。世界一流的人们采取的是完全不同的策略，他们在感到疲惫之前就开始休息，并且完全贯彻这一点。作者曾经是典型的工作狂，舍不得睡觉，拼命投入工作，在每次取得成果时都会感到一种快感，并坚信只要更努力，就能取得更多的成果。然而到了30多岁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由于过度劳累和睡眠不足，导致健康状况严重恶化，甚至影响到日常生活。在那段时间，他才意识到休息的重要性，得到了自我反思的机会。后来他观察到世界上的精英们，他们的特点是，他们不是将休息推迟，而是事先将休息安排好。他们的周末一定是休息日，因此他们在工作日能够充分发挥最大集中力。相比之下，在日本，许多人根据工作进展来判断是否可以休息，这样会导致疲劳积累，最终效率下降。更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度过假期的方式不是单纯的休息，而是通过运动与家人一起户外活动，甚至更加积极地度过假期。例如，某个高管会在周末进行登山，另一个人则带着孩子去露营。最初作者对这种活动性休息感到非常惊讶，但亲自尝试后，他感到不仅身体得到了休息，心情也得到了彻底的放松。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静与动的区别，而顶级高管们通过活动来让自己得到放松。科学研究也表明，适度的运动可以减少压力激素，增加内啡肽，从而提升情绪。因此他们的方式是有理有据的，通过将疲惫之前休息以及为了休息而工作这一理念纳入自己的工作方式。接下来是第2部分，改变人生的周末2天过法太神奇了。第一个改变人生的周末2天过法，就是在星期五下午3点开始准备周末。可能很多日本人并不常在星期五下午3点就开始准备周末，但实际上，这个时刻对您周末的安排至关重要，决定了您整个周末的成功与否。世界顶级的高管们通常会在这个时间开始为周末做准备。首先，星期五下午他们会制定周末的计划。如果只是随意根据当时的心情行动，往往会做得三心二意，结果什么都没做成，感觉没有休息好。相反，如果事先简单地计划好周末的活动，比如周六上午做运动，下午读书，周日和家人一起去户外活动，
那就能避免迷茫，确保度过一个充实的周末。此外，星期五下午也要检查一下下周的工作安排，做好这些准备，就能避免周末的时候不自觉地担心下周要做什么。如果您在周末还一直想着下周的工作，那是无法真正放松的。因此，在星期五做下周的准备，不仅可以减轻您的心理负担，还能让您周一的开始更加顺利。您可以从内心享受假期了，比如在周五的傍晚，他们有意识地结束工作，提前开始周末。例如，通过在周五傍晚安排与朋友的晚餐或健身房训练，他们将身体和精神提前调整到放松模式。这样做可以大大提高周末的自由度，让你有一种从周五晚上就开始假期的感觉。相较之下，如果在周五傍晚将工作拖到很晚，疲劳就会积累，并且这种影响往往会持续到第二天早晨。他们通过在周五傍晚切换工作与假期的模式，让身体和精神迅速进入假期状态。而那些在工作上没有取得成绩或在周五硬要加班的人，通常会在周六早晨感到疲惫，从而逐渐进入一种懒散的假期模式。接下来第二个改变人生的周末2天过法就是将假期分为挑战日和放松日。世界顶级精英们并不把假期仅仅视为休息的时间，而是把它看作有明确目的的2天。关键在于挑战日和放松日的概念。周六是挑战日，这一天不仅仅是享受自己的爱好，还要珍惜与家人的时光，建立新的社交关系，或参加感兴趣的工作坊和研讨会，从而扩展自己的视野，进行一些挑战性的活动。挑战未知事物的态度成为他们的能量源泉。另一方面，周日是放松日，进行运动、瑜伽或冥想等活动，借此通过身心的调整来进行重置。通过这种2天的合理安排，他们可以同时获得休养和充电。人们提到休养时，往往会联想到在家中懒散的度过，但世界顶尖的精英们通过室内和户外活动、静态和动态活动的结合，享受积极且充实的假期，从而实现了那种单纯休息无法获得的深层次放松。例如，苹果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周六会去远足，在大自然中沉浸在创作的思考中，而周日则会在家中进行冥想，享受与自己对话的时间。埃隆·马斯克则会在周六驾驶飞机飞行，周日则安静地享受阅读的时光。通过这种结合积极和静谧时间的方式，他们能在假期中恢复疲惫，并积蓄下周所需的能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周六的安排对假期整体至关重要。他们会将对自己而言重要的活动，如爱好和家庭时光，优先安排在周六。原因很简单，因为到周日傍晚，第二天的工作就开始在脑海中浮现，很多人会因此无法彻底放松。因此，为了保持精神上的余裕，将自己喜欢的活动集中在周六进行，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策略。如果安排在周日进行，可能会让您在第二天感到疲惫，从而影响到周一的工作开始。因此，精英们通常会把积极的活动安排在周六，而周日则专注于放松和恢复。这种做法不仅限于特定的精英，任何人都可以轻松实践。下个周末，就可以尝试规划一个包含挑战日和放松日的周末安排，改变假期的方式。平日的工作和生活将变得更加愉快和充满活力。此外，周六的挑战日，他们的重点是在学习，这被认为是提高工作专注力的秘诀。例如，使用在线学习平台学习最新技术，或在周末参加短期集中语言课程等。方法多种多样，关键在于精英们会提前安排时间，而不是等到有空时再去做。当他们发现感兴趣的工作坊时，会立即预约，然后再调整其他的日程安排，以确保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学习和拓展自我。这种行动力是他们成长的关键支撑。另一方面，周日则用来重置身心，成为与周六完全不同的日子。他们通过轻度运动、瑜伽、冥想等活动，不仅恢复身体，
还能让心灵和大脑得到重启。许多人将瑜伽和冥想作为习惯，因为它们能在短时间内产生很高的效果。哈佛大学的研究显示，参加8周的冥想课程后，87%的人感到焦虑症状有所改善，80%的人报告抑郁症状得到缓解。这段时间让大脑得到休息，从而提高创造力。这也得到了脑科学的验证。例如，史蒂夫·乔布斯曾表示，冥想能让他的直觉更加敏锐。杰夫·贝索斯则通过阅读和冥想在周日寻找新的商业创意。在假期中融入这样的时间并不难。冥想和瑜伽只需15至30分钟，不需要特别的设备。相反，拥有这样的时间，能够让大脑得到休息，带来更充沛的能量迎接下周。接下来我要介绍第3个改变人生的周末2天过法，就是通过与第3空间相关的兴趣爱好来度过周末。您听说过第3空间这个词吗？它指的是既不是自宅第1空间，也不是工作场所第2空间的第3个地方。这个第3空间概念已经成为全球一流商业人士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例如，周六作为挑战日积极度过的人们，他们通过跑步、骑行、与兴趣小组的朋友聚会，或者参加感兴趣的工作坊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同时也能得到放松。这些活动之所以特别，是因为有了第3空间存在的支持。它是一个远离工作和家庭框架，纯粹享受自我的场所。这个第3空间有许多好处。首先，通过从日常的忙碌和压力中解放出来，可以减轻身心的压力。例如，沉浸在摄影等兴趣爱好中的时间，或在户外享受大自然的时光，都可以算作是第3空间的例子。此外，与拥有相似价值观的伙伴交流，也可以启发新的视角。有的人曾在登山过程中，与同行者的对话中，激发出了一个开创性的项目点子。更重要的是，这些场所没有利益关系或上下级关系等烦恼束缚。例如，周末在当地的社区花园中，与人进行轻松的对话，这样的时间能为您克服平日里的艰难工作提供力量。接下来第4个改变人生的周末2天过法，就是在假期的放松时光中思考未来。世界一流的商业人士们把周末不仅仅当作休息的时间，更把它视为一个有价值的机会，去展望未来。平日里，我们常常被眼前的任务压得喘不过气，而假期则是身心都能放松的时刻，是审视自己并进行调整的最佳时机。首先，他们会深入思考自己的价值观和目标。他们会问自己：我究竟重视什么？我想过怎样的生活？通过自问自答，他们明确了日常行为的方向。例如，与亲密的朋友一起度过自然中的时光，成了他们最好的疗愈时光。这样的时刻帮助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之间找到平衡。所有成功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高度的自我认知和优秀的自我管理能力。他们通过假期审视自己，并做出必要的调整。这种能力是他们成功的重要推动力。这个周末，您是否愿意在忙碌的生活中停下来，花些时间与自己对话？或许这能成为您迈向未来的第一步。在忙碌的日子里，有时我们会因为过于专注于眼前的事物而迷失方向。那时，请重新冷静下来，进行必要的调整，将自己想做的事、喜欢的事和重视的价值观重新对准，并向他们迈进。接下来第5个改变人生的周末2天过法，就是与志同道合的人聚会。拥有兴趣爱好，能够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丰富我们的生活。这不仅仅是提高工作效率的问题，与拥有相同兴趣的人自然聚集在一起，拓宽了新的社交圈。这也是兴趣爱好最大的魅力之一。例如，作者的兴趣爱好是铁人3项。这个运动包括游泳、自行车和跑步3项连续进行的比赛，不仅考验体力，还考验心理素质。参加比赛时，作者有机会认识到来自不同背景的人，比如医生、公司高管等。而这些偶然的相遇，给作者的事业带来了新的机会。通过全国各地的比赛，
建立的网络如今已经发展成了与客户的关系。如果你有户外爱好，您将能够与那些在家里永远不可能遇到的人建立联系。这种偶然的相遇，可能会改变您的人生，能够让您深刻认识到，兴趣爱好不仅仅是娱乐，它具有更深远的价值。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在他的计划8分钟战理论中提到，个人的职业生涯有80%是由意外的偶然相遇形成的。为了将这些偶然的相遇转化为职业发展的机会，克兰博尔斯教授提出了一些关键特质，包括好奇心、持续性、乐观性、灵活性和冒险心。这些正是享受兴趣爱好的心态，也是通过兴趣爱好结识的朋友们所共有的特质。例如，一位朋友的兴趣是摄影，他通过摄影课程认识了许多朋友，之后和他们一起去了海外旅行。在旅行中，他通过接触当地的文化和人们，获得了新的启发。这些启发帮助他产生了工作上的创意。通过认真投入兴趣爱好，您可以获得带来新视角的机会，而且通过兴趣爱好建立的社交圈，往往没有职务、头衔等的束缚。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分享纯粹的快乐时光，是一种最好的放松方式，也是偶然相遇的契机。拥有兴趣爱好所带来的好处，不仅体现在工作和事业上，它能让您整个人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真心投入兴趣爱好，或许是吸引新机会的关键。您是否也愿意追随自己的兴趣，享受那段与新世界的接触呢？在那里，您一定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机会和惊喜。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